做包已有几百款，常常会使用带胶辅棉来增加这个包的硬挺度，加上带胶辅棉比较挺刮。这个是400克的，这个是200克的。但是有很多粉丝宝宝说家中没有带胶辅棉，我今天就教大家没有带胶辅棉也同样做到立体有型，厉害吧？跟着丽丽往下看。找出家中这个闲置的这个呢大衣，我原则上是喜欢小的先用哈，小的来进行拼接，用这个 J 字形进行连接，让它成为整体的。可以再车缝一道，利用缝纫机的这个线机功能，小布块的这个呢料就把它拼接成大块的面料。现在我要介绍另一种的服装辅料。就是这个双面粘合衬，它也就是布料的双面胶，和这个是一样的，是一个布头哈。制作包包的时候是略显得薄一些。我们裁出和这个面料一样大小的一个双面粘合衬，必须把它裁掉，不裁掉那印的会粘印的。双面粘合衬它也有厚有薄哈，有40克的、60克的、90克不等哈。双面粘合衬它的粘性特别的好。可以把布料粘得很牢，连这么小的这个我都没舍得扔啊！我做的是小包里头，这都是小的。我们车裤脚边可以拿来做定位的时候，就起双面胶的作用。粘上以后用小熨斗随便熨一下就可以，它的熔点也很低哈，一粘就能粘上，就是要在2层布之间那个用熨斗这样熨烫就 OK。可以用蒸汽哈，用蒸汽就特别的快了哈。你看所到之处它就已经粘上。只要你的机子能过啊，你就可以想粘多厚就多厚哈。粘上后，我们把多余的裁剪掉。现在我们粘上的布料，你看看，它现在就2层粘的特别的挺，特别的牢。这个厚度现在有这么厚，这都是比我们400克的带胶辅棉还厚。400克的带胶辅棉车缝起来，你的机子还不容易。但这款我们用呢料粘的，我们机子过厚还是可以的。这也就是服装的一个辅料的其中的一种。反正我的每个作品里头都非常需要。这样复合型面料就完成了。这个小技巧您学会了吗？这款腰鼓包的这个教程，就以后再来做。